3天的冲绳岛之旅，一般的最大规模的暗杀行动，把沙老师逼入了完全防御形态，却没想到有人趁虚而入，给全班人下了人造病毒，逼无间用沙老师换取解药。沙老师提议，除了患者10人和看护的2人，其他学生从酒店下的悬崖入侵，突击最高层夺取解药。无间当然不同意，危险系数太高不说，这种娴熟的威胁手法，敌人显然是专业的，要是主动出击，还是将沙老师拱手让人。无间还在犹豫的时候，学生们已经二话不说开始爬悬崖了，那一个个身手敏捷的跟猴子一样。沙老师提醒无间，别忘了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学生。见此，无间也下定决心，秘密潜入和奇袭作战现在开始。学生们的运动能力都很不错，爬山的训练在学校也做过不少，就是无间背着比奇，所以进度很慢。很快，一群人爬上悬崖，到了酒店附近。无间让阿绿再一次确认一遍入侵路线，因为每层电梯都需要身份卡才能进入，所以他们只能走楼梯上去。各层楼梯的位置分散，所以要走很长的时间。这种像电视台一样的构造，是为了不让恐怖分子占领而使用的复杂设计。无间带领学生潜入酒店后门，大堂的守卫很多，全员通过，不被发现的可能性为0。见此，比奇倒是不慌不忙，一甩头发，自信走了出去，装成喝醉酒的样子，撞上了其中一个守卫，说自己是下周来这里弹钢琴的人，提前住进来观光。随后坐下就开始弹钢琴，不仅弹奏技巧高超，魅惑人的本领更是一绝，让全身焕发艳彩奏乐，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音色。一群守卫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也是红裙美人，谁看了不迷糊？在比奇的掩护下，一群人顺利通过1层大堂。虽然比奇平时不着4溜，但可别忘了，人家可是世界上数1数2的美女杀手。到达3楼之后，就是最危险的部分，只要通过入口的严密检查，他们就可以伪装成客人。演艺圈和有钱人的少爷小姐们都是这里的常客，学一下对方那种欠揍的气质，肯定没人怀疑。但同样，如果敌人也伪装成客人，那就麻烦了。好在一路走来，他们遇到的都是普通客人，这不由得让学生们放松了警惕。四板和吉田更是越过无间就往前冲，对面正好走来一名游客，不破只看了一眼就大呼危险。话音刚落，那人就从怀里掏出一瓶毒气，朝他们喷射而出。无间反应极快，一把拽开四板和吉田，自己却被紫色的毒气包裹得严严实实。这人身上没有丝毫的杀气，甚至无间都没有察觉。不破看出来他的不对，完全是因为这个人就是一开始给他们发放免费果汁的服务生。全班同学同时入口的只有2样东西，饮料和船上的晚餐。因为剪片子没去吃饭的三村和冈岛都中招了，说明晚餐没有问题，毒是下在饮料里的。但是现在发现他的身份已经太迟了，无间吸入的是麻醉毒气，现在已经扑了。杀手转头要去报告老板，却发现就在一瞬间的功夫，学生们已经守住了4面出口，遇到敌人时立即封锁退路，阻断联络。犯人做的最错误的选择就是在这儿打嘴炮，而没有回去报告。无间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对着犯人的脸就是一脚，直接把人踹得不省人事。不过无间的体力也就此耗尽，只能靠人搀扶着走。连大象吸入都会昏迷的毒气，无间中招了还能打架走路，他也够怪物级的。经过这一招，大家心中都有些不安，敌人都是这种专业级的，他们真的能赢吗？沙老师笑着表示，现在终于有些暑假的感觉了呢。老师和学生终究是师生而不是伙伴，暑假就是在老师看不到的地方培养自己自立性的时候，将平时体育课上课学到的好好发挥起来，就没什么好怕的。他们的暗杀暑假这才刚刚开始。顶楼的指挥室里，这个看起来不大聪明的杀手正在用枪管吃面，要知道这枪里可是有实弹的。这次犯人雇佣的3名杀手都有自己的怪癖，这位喜欢拿枪当餐具，刚才扑街那位喜欢自制毒药，而接下来学生们碰到的这位金发帅哥也是个怪人，他一人站在5楼视野很好的展望回廊，让他们既不能奇袭也不能群殴，再加上无间这次根本没带真枪，麻烦得很。突然就见金发帅哥徒手捏碎了身后的玻璃，叫出了躲起来的众人。他早就听见了他们的脚步声，金发男的武器就是自己的手，他的手部力量就连头盖骨都能轻松捏碎。不过现在这群人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唯一专业的还和他的同伙2败俱伤，没意思。说着就要通知幕后黑手。赤羽抄起一旁的大盆栽，敲碎了帅哥的对讲机，敲碎头盖骨谁不会？你该不会是怕了吧？无间觉得赤羽实在鲁莽，沙老师却让他仔细观察，赤羽的下巴收紧了。要是以往的他早就抬起下巴，居高临下的挑衅对方了。虽然现在嘴巴还是很毒，但是眼神平视，毫不轻敌。他已经从上次的失败中吸取到教训。2位帅哥的对战正式开始。金发男一把捏碎了赤羽的大盆栽，9阴白骨爪朝他抓去。赤羽轻松又灵活地躲避着对方的攻击，所有力道都被躲开和卸掉。这正是无间的防御技。对杀手来说，防御技的优先度低，所以无间并没有教过他们。赤羽完全是通过看他卸掉同学攻击的时候自学的。赤羽虽然能避开攻击，但是一旦主动出击，还是会被抓住。金发男也发现了这一点，赤羽见此认真地摆出了攻击的架势，就让他们堂堂正正的来一场1对1的对决吧。赤羽的速度非常快，几招下来居然不分上下，他一拳正中对方腹部，
抓住对方转身蹲下的时机冲向前，却没想到金发男反手就是一招毒气攻击，赤羽毫无防备的被喷了正着，瞬间晕倒，被对方抓着脑袋拎在手里。他可不想打什么持久战，所以用了同伙的毒气，被近距离毒气喷射。如果不事先预料，根本没办法防御。没想到一回头，赤羽对着他的脸同样一发毒气攻击，随后一招撂倒金发男，乌篷引伴把人五花大绑，笑死！谁想跟你堂堂正正对决？你以为就你会玩阴的？赤羽老千层饼了，他早就从上一个杀手那顺来了没用到的毒气。金发男想尝试空手对决确实不假，但是为了把他们留在这里，他肯定会不择手段。正因为深信着他的职业素养，所以才会一直警戒着。赤羽通过期末考试的失败，切身体会到了败者的心境。败者和自己一样，也是会思考各种事情活着的人类。体会到这一点，他必然不会在决胜负的时候小瞧对手，仔细观察敌人的能力和情况，带着敬意警戒对方。当然，性格恶劣这点完全没有改变。赤羽对着帅哥的鼻孔狂塞芥末酱和辣椒酱。解救完第二个杀手，几人来到了酒吧露台层，通往 VIP 的楼梯在店里的最深处，而且后门上了锁，必须潜入室内开锁。一大群人进去肯定会被怀疑，于是女生们决定单独行动，但是让女生们冒险又太危险了。于是我们迎来了朝田同学的第一次女装。好家伙，美女你谁？做我老婆好吗？果然一进门，羞涩的朝田就被一个纨绔弟子盯上了。为了不引起注意，女生们卖队友卖得无比顺手，结果这边没走两步，又被两个混混拦下了。片刚想发脾气，石田一露手里的黑社会文章，瞬间把人吓跑了。这是他和比奇借来的，比奇收集了非常多各行各业的徽章。石田对比奇的事情也很上心，他也想和比奇一样，将此发展成他的第二把刀。就连讨厌巨乳的毛野都忍不住崇拜起了他。这边女生找到了楼梯口，但是有人守卫，强行突破肯定不行，还得想办法引开对方，还是需要男生来帮忙。那边唯一的男生还在应付纨绔富二代永次，为了钓妹子，永次一个劲儿的朝田炫耀他的父亲是电台有名艺人，是个可以随心所欲的大人物，甚至还炫耀自己在吸毒。他们这个年纪懂这东西很酷。朝田一把抽走了他手里的毒品，酷不酷他不知道，但是沙老师说过，一旦上瘾就会让他活得很艰难。这却戳中了永次的痛点，他是有钱人的孩子，什么都要拿来和父母比，就算是强撑着他也要耍帅，反倒是女人轻松，最后只要找个够酷的男人就好了。这要是让一般那群女孩子听见了，高低也得给你一拳。正好毛野前来叫他走，朝田这才长出一口气。没能耍帅成功的永次不甘心，又追了上去，试图通过大秀舞步打动对方，结果一挥手打翻了路过某位不良的酒杯，被揪着领子讹诈300万，日向上前一脚将人踹晕。石田趁势叫走了楼梯口的守卫，轻松开门叫出了后门的男生们。朝田临走时鼓励了永次一番，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永次能用舞蹈和毒品以外的其他方式耍帅给他看。朝田一句话拯救了一个失足男孩，他的女装照也珍藏在了赤羽的手机里。经过酒吧之后就到了 VIP 层，从这里开始就不仅是酒店的守卫了，2名打手正守在楼梯口。赤羽教了班里跑得最快的村田一些垃圾话，把人引过来。四板和吉田超体电击棒对着两人脖子一击电疗。吴田总觉得地上躺尸的2个人无比眼熟，沙老师让2人从身上搜出了真枪，拿给千叶和素水。吴田还没恢复到能精密射击的程度，以2人的技术肯定有很多不杀伤对方就能打倒他们的方法。众人继续前进，前往8楼音乐厅，而在那里就剩下最后一位杀手了。